我和庶妹一起坠湖。未婚夫着急地护住了庶妹，任由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湿漉漉出来，丢了清白。我幡然醒悟，青梅竹马也不可靠。李淑华，你能不能收敛一下自己骄纵的脾气，学一学你妹妹的温婉柔顺，这才是做妻子的本分。所以大婚之时，我和庶妹换了花轿，成全了她的心愿。只是第二天，她冲到门前，一副红着眼睛要吃人的模样，做什么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达达听书。冰凉的湖水瞬间浸没了全身，我的口鼻立即被大股湖水吞噬，身子也往深处坠去。啊，快救人！耳畔响起船上一群人的惊呼和尖叫声，而后便又听得一声巨大的扑通落水声。只是落水的一瞬，我慌乱了一下，但求生的本能立即唤起了我浮水的记忆，迅速往船上游去。我刚刚脑袋浮出水面，就瞧见一道熟悉的黑色身影迅速地朝着我的方向游过来。我见到他眼睛一亮，下意识地伸出手虚弱求救，萧一年。可是男人却是直直从我的身边掠过去，看都没看我，头都没回。我伸出的手僵在半空，就这么怔怔地望着萧一年，满脸焦急地游到了庶妹李婉如的身边。萧一年一把将李婉如抱在怀里往岸上带去，感受到怀中女子的颤抖，他分出心神安慰，婉如妹妹不怕，我马上就救你上去。这一幕太过刺眼了，以至于我甚至忘了求生浮水，就这么看着我的未婚夫舍弃了我，转去救了庶妹。还不等到船上，萧一年就已经用自己的外衫将怀里人护得严严实实。因为船上地方太小，因此大家都没有带下人上船。一群娇生惯养的小姐公子自然不可能跳下来救我，最后我只能自己爬上船。我浑身湿透，满头长发狼狈地贴在身上，夏日衣衫单薄，这么一湿什么都遮不了，甚至隐隐看出里面红色的小衣。周围许多公子哥都投来奇异的眼神，免不了多留恋在我身上几眼。啧，这李大小姐身段不错啊。人群中一个纨绔公子满眼淫邪地在我身上扫视，那眼神似乎能透过紧贴在身上的衣服看到最里面。这人笑着看向萧一年，装模作样拱了拱手，萧公子好福气啊，这以后成了婚肯定是艳福不浅啊，真是令我等羡慕。就算我素来性子骄傲，可是女子清白何其重要，被这么多人看了这样狼狈的模样，我也感到十分羞辱。我既愤怒又难堪，只能双手拢着身体，下意识地寻找自己熟悉的身影。我眼神脆弱希冀，一年。此时我只想能有一个人来立即将我带走，替我挡住外界的一切异样目光。萧一年却是紧紧用外衫笼住了李婉如的身子，并且用自己的身体护着，不让她被人多看一眼。此时听到那纨绔的调侃，他也是脸色一沉，却反而恼怒地冲我吼了一句：你还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滚回船里面换身衣服，丢人现眼。我身子一僵，湿透的衣服被风吹过，从心底凉到了脚底。李婉如小脸煞白，头发柔顺地贴在面颊上，身子如同梨花一般颤抖，好不可怜。她拽了拽男人的袖子，哭道：萧哥哥，我好害怕，差一点我就要死了。婉如妹妹不怕，我这就带你回去。萧一年连忙低头柔声安慰，而后没有再分给我一个多余眼神，将人打横抱起，大步离开。我只能狼狈地蜷缩在船板上，眼眶中蓄满泪水，视线模糊。我紧紧咬着唇不肯落下，用力到口齿间有了血腥味。这一刻，我也似乎彻底的清醒了。什么青梅竹马的情谊，萧一年太令我失望寒心了，这样的未婚夫我不要了。那日最后还是留在岸边的丫鬟得了消息，急匆匆过来，带着披风将我带走的。回到了府上，便听说了萧一年亲自将庶妹送回了府上，此时正陪着大夫看诊。我一直等到了天黑，才终于见到姗姗来迟的他。一见到我，萧一年对我不仅没有丝毫安慰，还直接劈头盖脸便是一顿训斥。李淑华，你能不能收敛一下你骄纵任性的脾气？宛如不像你是府中嫡女，她一个庶女本就过得艰难，你还处处欺负她。萧一年眼中尽是失望，还带着火气。你自己胡闹掉湖里就算了，竟然还故意拉着宛如一起下水。你自己会浮水，宛如却一点不识水性，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害死她？即使已经早就对她失望了，
我还是免不了一阵的心寒。我与他可是打小一块长大的情分，刚刚会走的时候就玩在一块，定下的娃娃亲。就算他不喜欢我这个未婚妻，看在这10多年的情分上，也不能对我这么狠心吧。可萧一年就是这么狠心，总是为了李婉如这个庶妹几次三番的与我针尖对麦芒，让我当众难堪。萧一年总是嫌弃我过于的骄纵任性，觉得李婉如是个小可怜，我没有她的温柔善解人意。尤其是1年前不知怎么的李婉如救了他一次后，更是变本加厉的维护这个庶妹，真是捧在心尖上护着。京城如今都传言他对我这个自小定下娃娃亲的未婚妻不满意。真正中意的是李婉如，我就是那棒打鸳鸯的恶人。萧一年是李婉如将我绊倒的，想将我推到湖里，只不过是我坠下去前伸手也将他拉了下去。我强忍着心底的怒火，眼神冷冷地望着他。男人仿佛听到了什么笑话，看向我的眼神很是不可理喻。宛如妹妹性子最是温柔胆怯，一直都被你欺负刁难，你说这话谁信？他紧皱着眉头，你明天立即去亲自给宛如妹妹道歉。宛如妹妹说了，只要你道歉，她就不跟你计较。他语气警告，你以后是我的妻子，我的妻子就应该像宛如妹妹一样知书达理，而不是像你一样刁蛮任性。你若再是这么骄纵，今后成了婚，就休怪我冷落你。面对他偏执的厌恶，我满心疲惫，也不想再解释了，语气淡淡，给他道歉绝无可能。萧一年似乎被我顽固不化的态度气到了，甩袖离去。你好自为之，在府中好好养病，别再出去给我丢人现眼。李婉如的母亲只是个爬床的婢女，连带着她也被父亲厌恶不喜。可她总喜欢装柔弱，表现出一副被我欺负的模样。而每次萧一年总会恰巧看到我欺负李婉如这个庶妹，可笑她却看不出她的手段，屡屡中招。为了这个庶妹对我疾言厉色，与我争吵。母亲，我不想嫁给萧一年了。傍晚母亲从外祖家回来看我的时候，我语气坚定地说了这件事。母亲大吃一惊，而后蹙眉。淑华，今日的事情我也听说了，那萧一年的确是过分，但也是后院那个小贱蹄子跟他母亲一般不老实，就喜欢耍手段勾引男人。母亲一脸心疼地摸着我泛白的脸，恨得咬牙切齿。你放心，我已经与你父亲说了，将他的婚期与你的定在同一日，将他赶紧嫁出去，省得留作祸害。我却摇摇头，抬头眼神认真地望着母亲。不，我绝不嫁给萧一年。他既然这么喜欢李婉如，李婉如也不满意自己的婚事，对萧一年有意，想要从我这里抢走这门婚事。他们两人既然郎有情妾有意，那我们何不做回好人，成全他们？我看着母亲震惊的面孔，微微一笑。母亲，你去和柳姨娘谈吧，问问他们愿不愿换了这门亲事。很快就得到了那边的回复。柳姨娘欣喜若狂，李婉如听说了这件事也是高兴，如同吃了神丹妙药。第二日，她就急不可耐找我确认。戴姐姐，我听说你也有血滴手，这是昨日一年哥送来的药，是他特意进宫向太医开的药，我吃了2副，今日就能下床了，效果特别好。李婉如生得若柳扶风，一张小脸泛着苍白，越发楚楚可怜。我瞥了一眼那2包药，面容越发冰冷。你不用向我炫耀萧一年对你有多好，你不就是看上这门婚事吗？我直接让给你。婚期定在下个月初2，你我2人一同出嫁，到时候直接换嫁，尘埃落定。虽然父亲极为厌恶李婉如这个污点，但是却没有故意苛待过她。给他定的是一户武将之家的大公子裴玉之，如今还在战场上杀敌。虽然官阶不高，但是这家公子一表人才，文武双全。李婉如这位庶女已经是高攀了，但她显然心高气傲，看上了我的未婚夫，几次三番勾引萧一年，萧一年也令我寒心。李婉如面上一副受了委屈的柔弱，她靠近几步，压低声音：大姐姐真是没用，你就算先认识一年哥又怎么样？一年哥还不是最喜欢我？她唇角微勾，被人看了身子，你怎么还有脸活着？我要是你，立即自裁谢罪，不知廉耻。我被这话气得浑身发抖，可他又换成了那副柔弱的样子，一脸害怕地望着我，战战兢兢地对着我扶了扶身。大姐姐病还未养好，我就不打扰大姐姐了，改日再来看姐姐。
换亲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，四家人都开始准备起大婚事宜。裴玉芝如今还在战场上，是要大婚前1日才能回来，却不想萧一年竟在婚前带着一群人抬着箱子浩浩荡荡来了。父亲笑着接待，一年怎么又来了？聘礼不是已经给过了吗？换亲的事情只有我与母亲和李婉如母女知道，其他人都没有告诉，就怕节外生枝。而李婉如母女就怕这件事不成，更是会死死瞒着，不可能跟任何人说了。萧一年顿了下，脸上略微尴尬。伯父误会了，这些不是给府上大姑娘的聘礼，而是给府上二姑娘的添妆。萧一年看向了刚刚来的李婉如，眼神温柔。不知二姑娘病可好了些？瞧着脸色还有些白。若是我拿的那些药吃完了，再派人与我说，我再进宫求。你对我有救命针，若是以后嫁去裴家受了委屈，尽管与我说，我定然打上门去。李婉如粉颊微红，看了眼那足足108担的添妆，连忙摆手。一年哥，这也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他欲言又止地看了我一眼，垂眸，何况大姐姐会生气的。我也看了一眼那些添妆，一看那些小厮吃力的模样，就知道里面东西都是实打实的。足足108担，我心里冷笑。萧一年送过来的聘礼也不过是中规中矩的88台，而给李婉如这个名义上的妻妹添妆却是108台。父亲脸色也沉了下来。萧一年，我的大女儿才是你的未婚妻，还有1个月就是你的妻子，你却给二姑娘送这么厚的礼，是要做什么？萧一年皱眉，府上大小姐锦衣玉食什么没有，而婉如只是庶女，生活艰难，我只是想要补贴她一些而已，这些都不过是身外之物。他又看向了我，理所应当地道，大姑娘作为我未来的妻子，不会连这点小事都容不下。等你嫁过来了，也要一直护着婉如。我真是被他这副理所应当的口气给气到了，他自己要报答救命针，为什么要委屈我？我试探性的开口，既然你不喜欢我，不如我们便把婚事退了吧。听了我的话，旁边的李婉如身子明显猛然一紧，而后略带紧张地看着男人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萧一年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紧紧皱眉，这桩婚事是自小就定的，整个京城都知道，如今还有1个月就到了婚期，怎么可能退婚？他声音缓和了几分，我上次话是说的重了些，可能让你难堪了。只是你性子是过于骄纵，但是婚后我也会尽量体谅你的。只是婉如与我有救命针，你不要再欺负她了，都说爱屋及乌，你们是亲姐妹，你就当为了我多照顾她几分。旁边的李婉如明显松了口气，然后脸上换上了一脸的娇羞感动。可我还看到了她垂眸时眼底飞快掠过的那一抹得意。我心中很平静，却是打消了直接开门见山提出要退婚换亲的想法。我太了解面前这个男人了，他太过于自大，根本不会相信我如今已经对他死心了，只会觉得我在闹脾气，无理取闹。若是提出来，他肯定不会同意，反而会有了警惕，倒不如就这么默默地换了婚事，到时候已成定局，谁也改变不了。时间缓缓过去，双方都在准备婚礼事宜。或许是出于愧疚，萧一年这几日频繁找借口来府上，但我都以各种借口拒绝出现见他。只有李婉如每次都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出去见面，两人聊得也十分愉悦。想来他们两人婚后一定会很幸福。这一日，我则是收到了来自边境裴玉芝的信。在李婉如答应换亲的那一日，我就已经让人快马加鞭给边境送去了信，将事情一五一十地跟裴玉芝说了。毕竟换亲是双方两家的事，我可不想以后结成怨侣，自然要提前将事情告知。信纸打开，上面只有简简单单一个龙飞凤舞的字。可我抬手轻轻抹撒，这字铁画银钩，铿锵有力。都说字如其人，即使没有见过他，也能看出几分性格。果然是驰骋沙场的小将军，只盼着这人是个有担当的，不求与对方琴瑟和鸣，但求不要再是一个如萧一年这样不省心的，踩着自己未婚妻的脸面给别人抬身价。这日柳姨娘腰肢款款地找上了门，既然已经决定换嫁了，这聘礼和嫁妆自然也得换过来。母亲一听就怒了，冷笑一声，聘礼我们不稀罕，自然是物归原主给你们就是。
只是我女儿的嫁妆凭什么让给你生的那么一个贱蹄子？我的嫁妆从我出生开始，母亲就为我攒着，名下包括20多家铺子，还有2户京城最大的庄子。父亲素来疼爱我，更是又给我足足给我添了66台嫁妆。柳姨娘不过是一个丫鬟出身，自然不能给李婉如准备任何嫁妆。父亲也只是中规中矩，给她准备了庶女的33份嫁妆，别的就没了。萧一年也是深知这点，这才会大张旗鼓的又送来了108台给她充体面。跟着来的李婉如一点也不生气，柔柔一笑，嫁妆自然要给我，不然岂不是露馅了？她有些得意洋洋的威胁，何况大姐姐应该也不想我去和一年说你想要换亲的打算吧？我的手一紧，猛地抬头看向她，她这是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从而拿捏住了威胁我，可我偏偏还真的受她的威胁。我冷着脸，好，不过是些身外之物罢了，给你就给你，只要能尽快摆脱萧一年，这些东西我都不在意。我都已经如此退步了，却是不想更加养大了李婉如的野心。她笑吟吟提议，还有10天就是我和大姐姐的婚期了，成了婚出门也就不方便了。大姐姐就陪我一起再出去逛一逛吧，这是成婚前最后一次出门了。父亲虽然不喜她，但也觉得这话有道理，慈爱地看向我，不错，淑华就出去逛一逛吧。我心中暗生警惕，却也不好拒绝。我们2人并肩走在街道前面，就听她压低嗓音，声音悠悠，带着满满的怨恨。李淑华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，凭什么同样是父亲的女儿，你就可以活得肆意洒脱，我就要活在泥堆里？我的心狠狠一跳。所以你死了，我就是李府唯一的女儿了。他的话音落下，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不知打哪里冲出来几个人高马大的地痞流氓，5、6个人眼神色眯眯，满怀恶意的在我身上上下打量。原来不知何时，我们身边跟着的丫鬟婆子都已经走丢了。此刻我们恰巧走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胡同口，李婉如脸上露出狰狞的笑，指着我，快，这个女人就赏给你们了，你们玩完以后将她杀了，尸体脱光了扔在大街上。我有些难以置信，心底升起无边的寒意，握紧拳头，既惧又怒。李婉如，我可是你的嫡亲姐姐，就算我在防备，也没想过她竟然如此狠毒，竟然想要以如此办法折辱我，而后彻底斩草除根。只是李婉如也太天真了，这些人不但围住了我，但同时也不肯放过她，她这才有些怕了。她小脸一片煞白，眼神带着惊恐。你们做什么？我是让你们抓了这个女人，我可是雇佣你们的人。她色厉内荏，声音颤抖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是敢动我一根头发，我未婚夫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哈哈哈，我们不管你未婚夫是谁。其中一个大汉一把上前扯过他的头发，抬手色眯眯地摸上他的脸颊。啊，滚开！李婉如吓得花容失色，惊声尖叫，瑟瑟发抖。我大姐姐比我漂亮多了，她可是金枝玉叶的嫡女，她细皮嫩肉的给你们玩。面对4、5个人不怀好意的视线，我心中恐惧到了极点，却把下头上的簪子强制镇定。我刺中了一个大汉的手背，那大汉大怒，狠狠甩了我一巴掌，我直接撞在了墙上，眼冒金星，有温热的液体似乎顺着额头落下，眼前一片血红色，眼前发黑。而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传来一名男子暴怒惊惧的声音：住手！萧一年从马上翻身跃了下来，满脸怒容看着眼前的一切。一年哥，快救我！见到了他，李婉如顿时泪流满面，大声呼救。她此时衣衫凌乱，珠钗散落，十分狼狈。我撑着墙，勉强撑起一条眼皮缝，也看到了他。这一刻，心中升起了一丝希望，我还是信任萧一年会救我的。萧一年身手高强，几下就已经解决了3人，剩下的2人见情形不好，一把将我跟李婉如抓了起来。大汉分别拽着我和李婉如的头发，他冷笑：瞧你这拼命的样子，这2个哪个是你的小情人？给你个机会将你的小情人还你，另一个给我们留下。我头上还在不断的往下流血，一张脸都被血污给染红了。我无力地垂着脑袋，站都站不直。可听到这话，我还是心里一寒。旁边的李婉如已经哭着叫嚷起来：一年哥，
是李淑华找了这些人，想要毁了我的清白，再杀人灭口。李婉如哭得梨花带雨，你快救我，我好害怕。抓着我们二人的大汉愣了一下，然后哈哈大笑，然后指着我充满恶意，不错不错，就是他雇佣的我们，却没想到还有你半路杀出来。不是我。我拼命地抬起脑袋，眼神却亮得惊人，此时盯着对面的男子，虚弱的一字一顿，萧一年，算我求求你，救我，我不能死。我舍不得母亲父亲，也不甘心遭遇算计，就这么白白死去。若是落在这样人手中，不但会丢了性命，还会以那样屈辱的方式没了清白。这一次我真的怕了。我一双眼睛带着祈求哀求地望着萧一年，声音颤抖，就当看在咱们10几年的情分上，求你了。萧一年双拳紧紧握紧，身子紧绷到了极点，紧抿着唇。他仿佛被我的眼神烫到了一般，微微避开，我的心瞬间沉入了谷底。淑华，抱歉。男人闭了闭眼，在睁眼时看向我，很是愧疚不忍。宛如性子柔弱，她承受不了这些的，你性子素来坚韧，你放心，不论出了什么事，我都不会嫌弃你，婚期照定。我选择宛如。旁边的李宛如面上一喜，又哭又笑，很是激动。听到没有，一年选了我，还不赶紧将我放了。我眼中的希冀光芒暗淡了下去，自嘲大笑，声音似泣血。哈哈哈，萧一年，你好狠啊！不知何时，眼中泪水已经滚落下来，我眼前已经一片的模糊，却死死地盯着前面这道身影。我们自小一起10多年的情分，便是身边养一只狗也都会舍不得，可笑我这个未婚妻竟然能被你毫不犹豫舍弃出去。萧一年张了张口，似乎想要说什么，最终只是苍白无力地握紧了拳头。他别过眼，声音涩然，是我对不住你，但淑华你别担心，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嫌弃你，我向你发誓，今后绝不纳妾，一辈子都会对你好。他眼神冷冷地盯着2个大汉，你们不得伤他性命，否则便是不死不休，我也会寻到你们二人，及你们的家人报复。大汉将李婉如一把推了过去，萧一年将人紧紧护着，李婉如则靠在男人怀里，颤抖地哭了起来。一年，我好怕，呜呜。最后一眼，我就看着他们二人相拥在一起，我则是被那大汉带着翻墙走了。墙后早就准备好了马匹，我被带在马上策马狂奔，眼前彻底陷入了黑暗，心中满是绝望。我是时隔1天1夜才重新回到府上的。母亲顶着哭肿的眼睛，跌跌撞撞跑出来，一把将我搂在怀里。呜呜，淑华，娘的淑华。她抬手颤抖着摸着我的脸，别怕，回来就好，只要回来就好，别的都没什么，一切有娘在。时隔1天1夜，我身上衣衫凌乱不整，头发更是散乱，带着血污，十分骇人。我眼眶一酸，立即扑过去大哭起来。这一刻我什么都不想说，只想与母亲抱在一起，就这么大哭一场。母亲，我没事，裴玉芝救了我，也是他让人把我送回来的。萧一年多么天真啊，他竟然会以为那2个大汉会留我一命。刚刚出了城，那2个大汉也没心思对我做什么，就要将我杀人灭口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被刚刚回城的裴玉芝所救。萧一年不是天真，他只是自欺欺人罢了，只是因为我在他心中不那么重要。我遭遇不测，失了清白的消息已经满城皆知，只因为萧一年抱着李婉如回来时被人撞见了，传出了流言蜚语，由他亲口说出抱着的人是我。淑华遇到了歹人，受了伤，恰巧被我所救。萧一年得到我回来的消息，急匆匆来了。不过1日不见，他神色憔悴，下巴处甚至有着青色胡茬。见到我神色一喜，快步上前几步。淑华，太好了，你回来了。他上下打量我，嗓音有些沙哑涩然，没事就好，我很担心你。我面无表情地盯着他，如今已经心如止水，嘲弄勾唇，怎么，见我没死，很失望吧？萧一年，你对李婉如真是深情啊，不惜将自己未婚妻的清白名声毁了，也要维护她的名声。萧一年身子一僵，而后皱眉，很无奈。淑华，莫要乱说，我从始至终想娶的只有你一人，只是婉如曾救过我，我理应多照顾她几分。他看见我的眼神很复杂，愧疚道，
淑华，3日后就是婚期了。以前的事情我们都不计较了，就让它过去，今后我们好好过日子。他脸上带着安慰，京城那些流言蜚语你也莫要在意。等我们成婚后，我就请辞调任到江南做官，在那里我们重新开始，没有人会认识你的。我们10多年的情分，我在意的只有你这个人，不论你遭遇了什么，我都不会嫌弃你，爱你，护你。他是认为我已经失了清白了，我已经懒得跟他多说一句废话，也不打算解释，只淡淡一句，好，那我就等着3日后大婚了。我和李婉如同时出事，父亲心存愧疚，因此这场婚事办得十分盛大。府上同时嫁2女，红绸挂满府。萧逸年和刚刚回京城的裴玉芝都是少年英才，俊逸非凡。2人同穿着大红色的新郎服，高骑在马上，十分的英武不凡，引得周围百姓赞叹声不绝，十分热闹。府上大喜啊，得2位这么优秀的女婿，真是运气好，令人艳羡。羡慕什么？你们不知道这府上大姑娘早已没了清白。我说这位萧公子心中不知道多憋屈呢，娶个身子不干净的回来。什么？有人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，虚心询问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那人嗤笑，那天萧公子抱着府上的大姑娘回来，不知道被多少人瞧见了，衣衫不整的身上还有血迹。要我说这位萧公子真是有担当啊，若是换了别人，这样的未婚妻早退了婚。马上的萧逸年握紧了缰绳，背影挺直。旁边的裴玉芝瞥了他一眼，温润俊逸的面容上露出一抹嘲弄。萧公子，听闻你对我的未婚妻多加照拂，甚至为了我的未婚妻多次牺牲大姑娘。他朝着他拱了拱手，公子真是大义，这样牺牲自己未婚妻，顾着别人未婚妻的胸襟，我可做不到。萧逸年身子绷得更紧了，紧咬着牙，二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她又是淑华的亲妹妹，我也把她当作亲生妹妹疼爱，理应当报答，不必多谢。萧逸年看向对方，二姑娘性子柔顺，因为庶女出身有些自卑，也希望今后裴公子能好好待她，莫要欺她，否则若我知道，定会为她出气。裴玉芝温润眸中嘲讽更甚，别过眼不去看她。我和李婉如已经换了喜服，头戴红盖头，同时由于丫鬟扶着从府门出来，我眼前只能看到自己大红色的裙摆缓缓往花轿的方向而去。萧逸年视线紧紧盯在身侧的李婉如身上，然后翻身下马，亲自过去拉过她的手，小心脚下。我则从她的身侧走过去。裴玉芝也翻身下马，拉过我的手，声音温润，来，我带你上花轿。我轻轻点头。等双方都上了花轿子以后，萧逸年却是走了过来，停在了轿子旁。几个陪嫁丫鬟都是知道换嫁的事的，见他过来都很紧张，都低下了头。裴玉芝神色也略微动容，却是没有动。萧逸年没有发现异样，靠近些温声说，婉如妹妹，若是婚后过得不愉快，或者遇到什么困难就给我，或者你大姐姐传信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应该互帮互助。你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但是今后我与淑华成了婚，我也不好总是出面。我端坐在花轿里，听到这些细心叮嘱，心底冷笑，真是暖心啊。认识他10多年，他从未对我有过的温柔体贴。怕不出声引起怀疑，我轻轻敲了轿子3下作为回应。果然萧逸年没有任何怀疑，几位知情人也悄悄松了口气，只是听了他的话，眼神也是有些复杂的望着他。裴玉芝唇角微弯，翻身上了马。他意味深长一句，萧公子也是得偿所愿了，恭喜了。2支新人队伍往左右2个方向而去，彻底的分开。眼前的红盖头被掀开，面前男子生的眉眼温润，只是常年生在边境，肤色略暗，多了分粗犷。今日累了吧？裴玉芝眉眼一弯，坐到了我的身侧。我们这1个月屡次通信，加上有上一次的救命之恩，并不算是陌生。还行，但脸颊还是微微有些泛红，不太自然的垂眸。男人轻轻一笑，声音温和，莫要紧张，我们裴家没有纳妾的习惯，既然已经成了婚，以后我自然是想要同你好好做一对夫妻。京城的流言蜚语也不用担心，到时候我会请命镇守边关，我们怕是10几年也回不来，那里天高任鸟飞，你想怎么活就怎么活。我的心头一暖，好，
我陪着你一起边关。萧一年脑袋一片空白，他满眼不可置信望着自己床上的女子，昨晚的记忆全都回笼。他目眦欲裂，怒声质问：怎么是你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昨晚的宿醉，他头疼欲裂。床上的李婉如裹着被子瑟瑟发抖，小脸有些苍白。她哭着道：夫君，昨日混乱，我和姐姐不知何时竟然上错了花轿，可是已至此，只能这样了。何况你不是也不喜欢大姐姐吗？待姐姐清白已悔。裴玉芝不过是个小门小户，也不敢说什么，这样也是两全其美，很好啊。萧一年从最开始的震惊过后，便是愤怒，胸腔内是强烈的怒火，还有慌乱。他双拳紧紧握紧，额角青筋直跳，眼眶猩红，怒吼：我要娶的从来都只有淑华一人。想到已经成为他人妇的淑华，他的心口便是一阵的痛。从他懂事起，就知道淑华是他的妻子，他更是从来理所应当地认为我们会成为夫妻，从来不会有变故。萧一年一刻都等不了了，他慌乱地穿上衣裳，骑上马，策马疾驰到了裴府。裴玉芝，你给我滚出来，把淑华还给我！他砰砰砰地用力敲门，大声喊着，愤怒到了极点。裴玉芝，门开了，我和裴玉芝并肩一起走了出来。大婚第一日，身上穿着还是如火一般的红色，就如同昨晚的嫁衣一般。见到我们，萧一年立即面色一变，他颤抖地握紧双拳：淑华，你跟我走，错了，弄错了，你应该嫁给我。他伸手就要过来拽我，眼中布满了红血丝。我往后一步，躲开了他的手，眼神冰冷漠然：萧公子请自重。男人身子一僵，他伸出的手还僵硬在半空中，满脸不可置信地望着我。他深吸口气，语气急急：淑华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才让你和李婉如上错了花轿，但没关系的，趁着事件还没发酵出去，咱们将错误纠正回来。不是错误，是我主动和李婉如提出要换嫁的。你不是喜欢她，想要照顾她吗？你娶了她就能报答她救命之恩了。我看着她如今这副着急的模样，只觉得好笑。旁边的裴玉芝唇角勾起，她拉过我的手，当着萧一年的面亲了亲。萧公子，如今婚礼仪式已经完成，我和淑华也成了真正的夫妻，我们双方都很满意对方，婚事自然就这么落定了。我即使远在边境，也听闻萧公子护着自己的夫人，几次委屈淑华，如今不也随了你的愿娶了你的夫人，你又何必闹？萧一年看得目眦欲裂，只觉得无比的刺眼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。他愤怒怒吼：你们是商量好故意要换亲的？我不相信，这怎么可能？他情绪激动的眼神如同看仇人一般的死死盯着裴玉芝。是你，是不是你对淑华做了什么，或者威胁了她，才让她说了这番话？他完全不相信淑华说的话，也无法接受这个答案。他的淑华那么爱他，10多年如一日不曾改过，怎么可能要选择嫁给别人，不要他？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。他也无法接受淑华成了别人妻子的这件事，一想就心如刀绞胸口，憋闷的难受。没有任何人威胁我，就是我不要你了。我上前一步，护在裴玉芝面前，另一只手与他紧紧相握，眼神嘲讽：你几次三番为了李婉如让我难堪，甚至2次为了救她弃我性命与清白不顾，你以为你这样的品行我还会嫁给你吗？既然你们俩的郎有情妾有意，我也成全了你们，你还有何不满意的？今日可是大婚第一日，萧公子还是赶紧回去陪自己的妻子吧，我和淑华不日就要启程回边境了，没时间招待你。裴玉芝笑着说完，然后拉着我转身进了门，我也没有再给萧一年一个眼神。不，淑华，你跟我回去。萧一年眼眶通红，失控的就要往府里面冲，却被府上的护卫拦住。裴府上护卫都是战场上的老兵，一个个身手不凡，直接公报私仇，狠狠揍了他一顿。天空酷热燥暑，2个护卫将鼻青脸肿的萧一年直接扔在大街上烤着，一人不屑。就你这种没担当、3心2意的男人，我呸，令人看不起。另一人也又不解气，踢了他一脚。以后别来打扰我们将军夫人，嘴里再敢乱说话，听一次打一次。今日陛下就下了旨意。裴玉芝军功赫赫，
被封为正一品威武将军了。萧一年狼狈地趴在地上，身上衣服布满了灰尘脚印，酷热的阳光投射在他的身上，他却只觉得如坠冰窟，从未有过的狼狈屈辱。周围百姓围过来议论纷纷，指指点点。呸，垃圾玩意儿，自己都有未婚妻了，还跟未婚妻的庶妹纠缠不休，不知廉耻。一个大妈将菜叶子狠狠砸他身上，人家姑娘都有好归宿了，你跟那个不要脸的小贱蹄子也成一对了，还有脸来这里纠缠人家夫人，还不赶紧滚！没担当的男人躺这儿都是浪费的。一人不解气，又踹了萧一年一脚，他只一动不动，如死一般趴在地上，死死咬着唇，只觉得心口在滴血啊，血淋淋的疼，眼神有些茫然空洞，事情怎么会成了这样？他从未想过要娶李婉如，他的妻子如今却成了别人的夫人。裴玉芝在知道我的遭遇后就要为我报仇，于是第二日就将搜集来的萧府罪证上交给了皇帝。皇帝看完震怒，直接下令府中所有人，包括襁褓中的孩子，全都要流放到宁古塔，终生不得回来。而同时，李婉如买凶要害我的证据也都交给了官府，她也被抓了起来。因为情形恶劣，证据确凿，直接判斩立决。我随裴玉芝启程去边境这一日，恰巧与动身出发去流放的萧府一群老幼碰见。队伍最前面的就是萧一年，他们手上脚上都戴着镣铐，身上只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，神色憔悴。不过短短3日时间，他整个人都仿佛失去的精气神，好似行走的傀儡。都让开，镇国将军回边境，谁要是冲撞了大将军和家眷，老子抽死你们！负责押队的官兵拿鞭子，凶神恶煞，就狠狠抽了最前面的萧一年一鞭子。还敢走神，还不赶紧让开！男人白皙的脸上顿时有了一道血淋淋的血痕，他紧抿着唇瓣，死死盯着我们队伍的方向。我坐在马车内，裴玉芝护在车旁，我从始至终都没有掀开车帘往外看一眼。萧一年就这么死死盯着马车，就这么与他擦肩而过。车内那个他念念不忘的女子，再没有掀开车帘看他一眼。全文完，达达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